今天贝森特还先让欧洲给我们加征因为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要搞500%的关税嘛，谁也不接茬嘛。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库部长当场就拒绝了嘛，说这个中国是我最大的贸易伙伴。大家要想一想，几年前澳大利亚是多积极的，是因为本届政府班子啊人亲我们吗？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国家间的交往绝对不是这个人喜不喜欢我们，他其实是国内和我们亲近的利益团体选出来的话事人和代理人。说我们喜欢佩通坦啊，是因为佩通坦还跟我们很亲近，但是大家要明白，以泰国和我们目前的经济往来，所有的泰国总理都会喜欢我们，这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决定的，这其实是由两国的利益交流的链条够不够紧密决定的，不是因为工党偏亲华，是因为不亲华的那一党上不来，下一个要在澳大利亚竞选的政党也一定要打中国牌，不然就没有办法挤掉前一个，大家不妨拭目以待。是经济决定了上层建筑，政治只不过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定要把握好这句话，这在国内和在国际或者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好，谢谢这个对话，明白吗？所以说我们去理解地缘政治，无论是横向的啊，地缘政治要怎么发展，还是纵向的，我们的历史决定了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都是要基于经济的，这样的判断才是科学的，可以判断的，作为认知指导的学问才能叫做理论。现在西方经济学就属于是胡猜，大家不妨看一下现在外资机构给出的对我们的这个研判，你觉得它是通过研究判断出来的吗？华尔街这些机构给出的判断已经没有理论框架了，它的框架就是我希望它怎么发展，我就找一堆数据来支持我的这种希望。他们如果这个理论真的是好使的，他们自己难道不想有一个清晰的指引，哪怕能靠这种确定性赚钱呢？它毕竟是一个盈利机构嘛，那为什么宁可瞎编，他也要自吹自擂自己的那一套观点呢？为什么一定要唱衰我们呢？是因为他没有可以指导自己的理论了，他根本读不懂中国，他读不懂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做出的这个决定也不是基于利益的，好像也不是基于主义的，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事实上现在西方的经济学、哲学和他们的整个的制度学科都在崩溃，他既约束不了自己，他也理解不了世界。以前认为民主、法治、自由、竞选制度可以改变全世界，现在他们自己如何了呢？如果不是竞选制度，他们的福利制度何以至于把整个国家的资源都绑定到如此地步难以翻身？现在西方所有国家的高福利就像一个乌龟壳一样，让他们牢牢的被按在地上，然后四脚朝天，根本都爬不起来。这个曾经一直被他们自己鼓吹可以拯救全世界的制度为什么失效了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并不是说啊，这个他们是有一套合理的制度的，他不告诉我们，于是他找了一个糟糕的制度，然后跟你说我是因为这个成功的，他们打根儿里相信是这个东西让他成功的。然而现在最灵的这个东西也不灵的时候，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恐慌。你看现在无论是欧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制度上的调整和改变。川普也知道有问题，他希望通过 MAGA 式的这种极端的复古的甚至带有宗教形态色彩的凝聚国内的共识，他想做这件事情，他想消弭国内的分裂和矛盾。但是他忘了美国就是一个流民国家，他都不算是一个宗教国家，美国的宗教系统是分裂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唯一的一个教宗。欧洲是有教宗的，但美国的教宗依然在欧洲，就像说他对教皇依然是很尊重的，就是因为其实美国在建国之初的时候是想建立自己的宗派的，但是失败了。所以美国真正的本质是流民国家，流民国家就决定了它是分裂的、涣散的、难以被集中的。现在他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制度到底该怎么办，而我们不一样，同志们，我们经历过巨大的动乱和萧条，再从动乱和萧条之中整合起来，无论是从华夏开始进入到周，然后再进入到战国的动乱期，再进入到汉，整合了之后再进入两晋的分裂，然后再进入隋，统一之后再陷入唐末的分裂，再进入宋。其实我们是经历过巨大的分散动乱，并且不断的吸取到底制度哪里出了问题，到底人要如何预防这些点。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历史上每一代都充分吸取了前一代的灭亡的经验的，只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没有解答了。但美国和欧洲事实上他上千年，他自己说啊，上千年，咱们就算他上千年，他虽然没有国家，但他有民族吧，这个历史上他们其实没有真的经历过从繁盛到衰败这一波，他一直都很衰败，是直到进入了启蒙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崛起，赶上了进入资本主义的这次转型，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这是他第一次发达。他没从发达走到过崩溃，其实还不知道怎么从崩溃中调整回来，到底什么才是从崩溃中调整回来的要义，什么是抓手，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其实看他们可以看说他某一个部分是两晋的经验，某一个问题还处在春秋时代，甚至觉得说它也存在明末的问题，民国末年的问题，我们都有对照，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美国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他连想象都没有想象，他没有模板。就像你不可能想象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如果说你知道什么是崩巴布吗？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就没有这个概念。事实上美国对我们现在很多的误判，也不是说他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这个人有多蠢，
是基于它的历史没有办法判断，而我们的文化又非常的多元，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它都无法跳出自己的这个立足点来思考我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这套中华文明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防盗机制，或者说保密机制，就是我们这种文明型国家呀，如果你真的能体会到中国的内核是什么，你就会成为一个中国人。大家想象一下，不管你生在何方，如果你开始学习中国的历史，接受中国的文化、伦理、脉络、价值观趋同，并且被熏陶的时候，你在精神上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你不可能同时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美国人，你只能说我有一个美国的护照。但是美国人可以说我同时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或同时是美国人和德国人，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其实是排他的，不是你的血统或你出生的地域或你的国籍，这是由你的文化认同决定的。一旦你认同了你是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哈萨克人，其实在人种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世代为我们守住边境的时候，他内心里就是无比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情的。文化认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说的美国这套流民国家，它根本一直建立不起来的东西，西方也建立不起来，他们是通过宗教认同、血缘认同、种族认同来替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而我们这套文化体系里面的密码就是，我们从生出来开始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接受仁义礼智信、忠义孝悌的熏陶，并且了解中国历史之后，你就是个中国人，不管你长什么样，不管你的民族是什么，你哪怕是个被领养的小孩，你也认同了自己是中国人之后，你就不可能再是其他人了。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手的，而其他的目前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民族认同来转化的，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民族国家嘛。你看，民主党想去欧洲搞统战，搞的是价值观外交嘛。为什么要搞价值观外交？其实也是为了建立另一种新的宗教，很好。民主价值观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认同。其实欧洲人和欧美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很差，不管是说基辛格也好啊，布尔杰斯基啊，他们好像说的是很清晰的，仔细分析它的立足点和对我们的文化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就是所谓的中央帝国论嘛，我已经驳斥过很多次了，那是基于他自己的想象的，觉得说我们要朝贡是要收钱，他的短暂的历史和很分散的无法凝聚的这种民族的情况就决定了，其实西方的脉络是好理解的，可是他是理解不了中国的，他跟我们的博弈是持续处于一种未知的茫然的状态，我们是有信息的先手优势的，所以这场斗争哪怕只是在文化凝聚力上，我们都有必胜的优势。大家经常说，哎呀，这个我要是在2008年那会儿，我要是买了个啥，是吧？我要是当时怎么样？可是大家没想过，这么些年蒸蒸日上的只有我们一家。如果我们意外的踩入了任何一个美国想出名字来的那种陷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啊，相信他说去搞这个去产能，如果这些坑我们踩了，会有现在吗？如果没有现在的话，还谈什么行情啊，各位？所以现在这个周期呢，是一个大的上升周期，这个周期也真的会带来我们之后10年再回看意想不到的机遇。但是如何看清在这个机遇发生的档口，认识到它的价值和作用，这是需要一个非常宽的视野和纵深的视野的。那就是周3的时候这个经济座谈会上面国家也给出的这个4流，其实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要把握住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时间，你才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现在又是一次要进入盛世的节点了，大家意识到了吗？我们即将走入近代的又一个盛世，距上一个盛世已经间隔了几百年了，但我们每一次步入盛世都是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的，不区分是哪个民族当政，是什么历史时代，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价值观没变，人没变，所以治理这片土地的逻辑就不变。这一点能明白吗？我们每一次是怎么进入盛世的？大家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进入盛世之前一定有一个步骤，在古代是什么？其实是改变田赋制度，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的方式要发生调整。大家想一下，进入到隋其实是依托于北魏改革的均田制，进入唐是因为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做了租庸调制，于是支持了什么募兵制，对吧？再往前说也是一样，西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逐渐的扩大了？是因为井田制。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入到盛世之前是一定有这个步骤的，而这个步骤是有个基础的，就是均产为目标，而反对兼并。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会员课上面主要要给大家深入讲的东西。